岸田和拜登亲切会面，尹锡悦被晾在一边，韩国一厢情愿的屈辱外交恐怕很难走远。大家好，我是肖玉华。最近美日韩三国的互动再次刷新了国与国之间外交的下限。在G7领导人峰会正式揭幕之前，趁着尹锡悦还没有到场，岸田文雄抢先找到拜登邀功，拜登也乐得配合，高度称赞了他在构建美日韩三国伙伴关系时表现出的勇气，把尹锡悦甩在了脑后。对于尹锡悦来说，拜登对岸田文雄的嘉奖无疑是相当大的打击，因为明眼人都看得出来，今年以来美日韩三国之间，尤其是日韩之间的关系之所以能够迅速走近，完全是尹锡悦一头热，单方面大幅度对日本进行让步才得以实现的。在劳工赔偿问题上，尹锡悦让韩国企业自掏腰包帮助日本还债。在历史问题上，尹锡悦更是放出了不该逼迫日方清算100年前旧账的惊人之举，在给日本洗白的路上走得比日本政坛的右翼势力都激进。然而尹锡悦放弃了韩国的国歌，步步退让，最后到了拜登面前，却给岸田文雄做了嫁衣，成为了他勇气的牺牲品。美日韩三国互动走到这样奇形的一步，说一句韩国是痴心错付，恐怕都不为过。很明显，在美日两国的眼中，韩国的定位比起伙伴更接近于豪财。岸田文雄和拜登对尹锡悦暴跌的民调以及韩国民间的不满并不感兴趣，只要韩国能够跪下来给美国的印太布局当垫脚石就够了。从这个角度来看，今年以来日韩的互动根本谈不上是和解，硬要找一个词来形容的话，应该是美日通过尹锡悦这个亲美派绑架了韩国的政策。尹锡悦一厢情愿的亲美，没有给韩国带来任何好处，也让自己的政治前途变得越来越暗淡。根据韩联社最新的民调数据，在对尹锡悦表示差评的受访者中，排在首位独占1/3的差评理由就是不认同他的外交路线。目前尹锡悦所在的执政党的支持率已经被在野党全面的反超。但话又说回来，尹锡悦固然赔了夫人又折兵，但拜登和岸田文雄在G7会上就急不可耐地摆出了一副这种有恃无恐的互动姿态，恐怕也称不上目光长远。毕竟虽然尹锡悦一厢情愿的倒贴，但是现在美日韩的关系距离亲密无间还有相当长的一段距离。尹锡悦确实释放了很多对日本有利的讯号，在劳工赔偿和废水排放等问题上都表现出了让步的迹象，但是在这些问题上，日方终究还没有落袋为安，日韩之间并没有就这些问题形成有价值的文件，美日韩三国的军事合作也只能是在推进之中。美国承诺来韩国访问的战略核潜艇还看不到影子。在这样的情况下，岸田和拜登就急着谈冠相庆，恐怕要警惕半场开香槟。毕竟韩国是有翻烧饼的政治传统的国家，现在尹锡悦的支持率岌岌可危，一直徘徊在1/3的地位，执政党国民力量的支持率更是已经不足1/3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尹锡悦如果继续被美日晾在一边，韩国一厢情愿的亲美亲日路线还能走多远呢？恐怕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好了，今天就说到这里，咱们下次见。